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居一鸣，这里是我发电码个人直播时间，谢谢东东们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跟你们互动。听说你们都想和我聊聊天儿，那我来完成大家的心愿吧。然后旁边这位就不用说了，是刘洋，对你们最爱的杨，你们最爱的杨姐，好吧？其实我是今天的特派小记者廖俊涛，小军那里的粉丝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，那今天我就来替他们问一问，好不好？来喽，怎么感觉你很迫不及待的样子？我先吃围巾。好，那我先问点你问题，好吧？来了。那小军，你除了打鼓，还最喜欢做什么？除了敲鼓吗？除了敲鼓，最喜欢做什么？喜欢睡觉。喜欢睡觉吗？对。那平时喜欢吃什么呢？我喜欢吃的好多，我不挑食，啥都吃。那今天给你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喜欢吃的吗？还行吧。还行吧。喜欢吃。还行，那就是没有达到没有最好的标准，满意。是满意的。满意的。那今天这个蛋糕是你特意选的吗？对啊，榴莲嘛，我比较喜欢吃榴莲。那肉食有行吗？羊腰子。离不开羊腰子这个梗了。没有，就什么肉都喜欢吃，只要是肉。对。好吃吗？我真的好好吃啊！不腻吗？我觉得这个味道都很腻。我真的特别好吃。奶油超级多。来一口。怎么样？是挺好吃的。你继续对台本啊。小军，你喜欢的鼓手是谁啊？我就这么说吧，这个鼓手我一说出来，都不认识。不，我觉得会抢走我好多的粉丝量，因为他真的就太帅了。叫 Luke Holland，Lukeholland，特别的帅。我觉得没有影响啊。人家是外国人是吧？好香啊！你为什么喜欢他呢，小军？总得有个理由吧？是什么途径让你认识他的呢？长得帅。我就不信你每天在那翻哪个鼓手长得帅，然后我喜欢他，是这样子吗？没有，他是一个比较偏网红类型的鼓手。他之前在 YouTube 顶上也会发好多敲鼓的视频，然后包括我的扔鼓棒也是跟他学的。我感觉我们这个环节好像准错了。错了，对。我们环节好像错了，刚突然看到一个这个，那你先把前面的。不，哪一个？就是做一件小事开始吧，好吧？但是我现在坐在乐器旁，我当乐器可以吧？我当乐器。不是，你想我是什么？你想我当什么乐器？我来演，好吧？不，坐在一个乐器旁，直接这个吧。你看没有这一项，没这一项吗？好，那就回一段留言嘛。回一段留言吧，好吧？回一段留言。听说接下来你们写的这几段留言会让我感到无比肉麻，我想看看你们能不能让我鸡皮疙瘩掉一地哦，我来一一回复一下吧。是什么？第一条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台本。第一条，小居，你的打鼓真的很有魅力，鼓点听起来音色非常好听，你打鼓我会和你一起律动嗨起来。谢谢。重点是他怎么回复？你这个回复就是谢谢吗？统一，我感觉有点像统一回复。不，重点是都是夸我的，然后好好休息，不要熬夜，不要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而质疑自己，心中保存快乐，坚持做好音乐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你的优秀总会被更多人看到的，加油！重点是怎么回啊？这些？但是前面两条你有感觉到肉麻吗？还好吧。还好是吧？我觉得其实对于外界因素这个东西来说，就是
刚开始因为完全没有接触过这种环境嘛，所以说第一次面对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，心理上的对波动，心理上的一些波动，但是其实到后来，真的就是无关紧要。其实我是觉得，我感觉只要你要在意的是那些真的在乎你的人，对无关紧要的那些事情，其实就无所谓，真的真的就无所谓。然后，你一定要大胆的追逐你自己的音乐和梦想，东东们永远都会和你站在一起。再都会带你去正骨，正骨，然后还有要给我买贝贝家，其实我不投喂，不投吗？不投。然后这个夏天多幸运认识了你，我会一直是你的东东，希望小居一直开心的打鼓，然后我也希望你们会一直，什么东西？我也希望你们会一直做我的东东，然后开开心心的。对，然后居一鸣把背给我挺直，帅哥，不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居一鸣把背给我挺直，居一鸣帅哥求你了，把背挺直。这个叹号里我看出了对我的不满。不是不满，我感觉像妈妈的教导一般，或者是这就是妈妈粉应该是。好，然后呢？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继续吃吧。继续吃吧。然后我应该干嘛？我发现这个它会塌耶。因为它太软了，因为只有奶油和零盐嘛。然后接下来我继续问你问题好不好？啊。小居是什么原因让你从小接触架子鼓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从3岁半就接触这个东西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具体是？被逼的？没有，其实我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自愿的。我总在家里敲碗啊，敲筷子啊，就拿这些东西来敲，就天天会从碗柜里面拿出来，然后敲。然后我爸我妈就觉得，也许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吧，就带我去了一个。不是小孩都会敲吗？我走了。没有，他就觉得，有可能他不知道别人家小孩，只知道我，就觉得，就是敲嘛，然后就带我去琴行，好多乐器，什么吉他、鼓、钢琴，然后让我来选嘛，然后我果然就选了鼓，刚开始小嘛，完全坐不住，然后各种各样的男老师，就是我之前总换老师，男老师来了之后就不愿意教小孩，他没有耐心，对，然后最后就一个女老师，一直教，然后教到了4、5年级吧，然后女老师从3岁半教到4、5年级啊？对，那还挺久的。5岁了。对，我是换了好多老师2年嘛，然后教到了4、5年级，然后因为女老师有事儿，就没有办法继续教啊。然后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些简单基本的节奏啊，一些流行歌就是很简单的东西。所以你接触架子鼓的原因是因为小时候喜欢敲碗。对，就这么要被你爸爸妈妈发现了，然后就喜欢敲碗，就带你去琴行，就开始了你的敲鼓的生涯，对吧？你不觉得这个吃多了还是有点腻吗？但是我不说。切水果吧，好吧。吃点水果。大家喜欢吃榴莲吗？喜欢吃榴莲的扣8。你随便打什么，他也看不到，他近视。哎呦，这个隔得确实有点远。没有，今天这什么东西？今天我为什么要把涛哥叫来？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一个人播的话，我会冷场，然后没想到我给他叫来了，他也还是冷场。这个助阵嘉宾没有用啊。那你还想我啥？还想我跳舞啊？小军，你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是什么？最近哪有条件去单曲循环歌呀？对吧？当然有了。闲暇之余也要单曲循环哦。
岁月的地狱。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循环一首廖老师的《死无对证》，因为在明天的见面会，在明天的见面会，我跟廖老师会有一个小小的合作，期待，期待，加油！加油！那你平时以前自己听的最多的歌是什么呢？就来这节目之前，除了你那个，就是为了比赛打的最多的那一首歌以外，听了几百遍那个，哦，就是那个了，应该。其实流行歌我也是听，但是就是相对比较嘛。流行歌的话，好多的歌，然后花花的歌，还有芊芊的歌，好像。对，薛之谦的歌，就是好多。我是那种不会单一喜欢某一个人，我只是听作品。对。那小军这个发型多久换的？这个头发什么时候换的？我是来节目组，然后被剪成这样的。那本来是啥发型啊？来节目之前，你不会跟我一样嘛？你别看我，我这个，我觉得我真的。你能跟我一样吗？我来节目组之前头发特别长。对，跟刘洋一样长吗？没有，他来不及。那倒没有，反正就是很长，然后来了之后，我真的没想到一下被剪掉了。但我觉得你前面头发挺好看的，还好。就是第一场手术我觉得挺好看，你现在看起来有点毛躁。其实刚开始剪完那个头发，我是很接受不了的。那个就是最早的那个。对，最早的那个，我就感觉我自己戴了一个头套，像唱戏的。但是都已经剪了，总不能全都推了吧？要不，我这个头套已经戴了10几年了。我也其实觉得还好，习惯了就好。没有，主要你脸圆，你用这样的还好看。那你头也大呀？你头比我大2厘米，你还会说我？那你觉得你计划什么时候剪头发呢？我觉得下一场的时候可以剪头发了吧？你想剪吗？重点是这样的，我不管怎么剪，它现在一个大致的外形就是这样，所以说，你说要上头盔吗？你的意思是？对啊，所以说，我总不能剪个寸头吧？寸头不显得我头更大了。这我觉得寸头也挺好看的，你应该挺合适的吧？你剪过寸头没？初中啊。初中剪过寸头。哎，往事不堪回首。那你有想留的发型吗？自己真的想留的哈，不管长短都行。我比较喜欢长头发。多长是长？最少得跟涛哥一样长。你们愿意吗？东东们，你们愿意吗？都说不愿意，不愿意。不准。那你怎么评价你现在自己这个发型呢？就凑合着看呗，大约看一下就 OK 了。看来他是想让你剪短头发，是吧？哎呦，但是让他看剪短头发吗？要是一旦剪失败了怎么办？我怎么上台啊？你反正就说之前你的头发像发套，你戴个真的发套也其实还可以。直接戴假发好了。对，也不是不行。好撑啊，兄弟！这个好长度，撑到不行。但是我能行。那小军，你发生过什么和自己的身高相关的事情？身高嘛？除了别人看你都有仰着头哈。那我看别人都要低着头啊。其实，就身高好，它的唯一优势就是能够到别人够不到的东西。你也可以挑别人挑不了的皮。
倒别人倒不了的蛋，是不是？是这样。小菊是经常因为觉得自己跳得高，都是乱摸，然后受伤，去医院拿着，啪一下手出血了。没有，就是比较皮嘛。那你觉得这个身高是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觉得身高这个东西嘛，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点高了。就是你还困惑，你真的会因为你的身高而困惑吗？就是正常来说，一个人敲鼓的臂展，比如说到这儿了，我就会到这儿，所以说我就要摆远点。对，把鼓摆的空间大一些。我以为你是臂展太长了过后，你幅度会很大，会用更大的劲儿，就是会更累。就是相当于，怎么说呢？杠杆原理吧。就是你越长，其实它越费力嘛。对。哎，不对，哎，我在说些什么呀？不是，你要，但原理是你是说从这儿开始的吗？对，这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是一个点嘛。如果它是这么短的话，就很省力。但是一个你这里太长了，阻力有阻力的。你觉得这不是阻力吗？这我们都没好了，不讲了，没学过物理，学不是很好，就不要讲了。我感觉要物理不是很好，再说要出糗了。那你刚刚说了，那是给你带来的困惑嘛，对吧？你有感觉打过飞进，那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福利？福利啊？怎么能叫福利呢？什么东西啊？带给你最大的福利是什么？身高？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这能叫福利吗？福利？就是其实个高真的没啥好处。像我又不是当运动员，但是你确实是那种当运动员的体。我爸之前就是运动员嘛，打排球，然后让我去，然后我就不去，就。那你本身喜欢运动吗？本身也还好，就不喜欢运动。喜欢吃的人都不喜欢运动吧？也不一定，有的人是因为运动所以吃的很多。那就，它下面就和东东们有关的下面的问题。哦。小军，你觉得东东们是妈妈粉多还是女友粉多？OK，看，好的。没事，哎呦。没事呀，真实一些好吗？对呀。你觉得东东们是妈妈粉多还是女友粉多？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让东东来定义。我觉得，对于我来说，东东们不管是妈妈粉还是姐姐粉，都是爱我的，我也爱东东们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我想问你，就是你感觉你自己是可爱的多一点，还是成熟男人的魅力多一点？肯定要比沈振博成熟一些，对吧？没有，还是可爱吧。你觉得可爱一点？其实刚开始，好多人都说我可爱，然后我不太能接受这个人设和定位。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帅，觉得自己特别帅。你为什么要说可爱？你在骂我吗？我就觉得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可爱什么可爱？也可爱呀。然后后来我就不断的看自己嘛，我发现手指挺可爱的。哎呦！哎，那你想对东东们说些什么呢？这么直接吗？对啊。表白呗，人家跟你表了这么多白。我觉得，其实这些对的有一些话术，他们不让我说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就换个方式来说。对，我就委婉一些嘛。你看那边给来了一个质疑的眼神，工作人员又杀了我。你注意一点，他那个眼神。他说以后再也不给你买蛋糕了。你注意一点。我就觉得，这个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类型的节目，然后
没有太多的经验也好，也没有太多好的方式方法，所以说有可能有做的不好的地方。然后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支持我。我觉得嘛，就是我也好，涛哥也好，出现在镜头前，能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快乐。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快乐。对，有一部分就是快乐。我经常跟涛哥说嘛，哪怕我傻一点，我憨一点，但是对，让别人觉得乐呵乐呵也值了。对，我就觉得很值啊。然后，人是一种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的，对，所有人其实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。然后我就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，然后被外界所影响、所干扰。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必要。就大家喜欢我，然后我跟涛哥，然后我们午睡就做出真正好的音乐，真实的音乐。对，真实的音乐，不会天天用嘴说，然后说什么做好音乐啊。我觉得我说一次，表明了我自己的想法，其实就够了。然后剩下来的就是还是用行动来说话，然后把好的作品带给大家。而且我还是觉得这个节目的输赢没有那么重。对，出了节目之后，我们还是会在一块儿写歌、录歌、发歌，然后出专辑。对，我们是出专辑，因为我觉得来这个地方找到那么一些人，认识那么一些人，找到那么一些人，真的已经值了。真的走到这一步，真的已经值了。大家也经历了不少东西嘛，对吧？而且我们想做的就是，其实我们在台上留下那些歌，只要传到那些需要听的人的耳朵里面去，他们能够成为他们的依靠就够了。对啊，他们喜欢听就 OK 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很知足，然后就是希望东东们每天能开开心心的，然后不被这些小事儿吧，然后也不被这些无关紧要的事儿所影响。就别老为他操心。对，就不用老为他操心，他会没啥为我担心呢。他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对，哥哥也会照顾好你的。哥哥照顾你。就你每天晚上影响我睡眠，你还照顾我，我服了你了。没有，这小菊他精力太旺盛了，真的，每天精力过于旺盛。所以说敲鼓。所以敲鼓，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你是敲鼓练出来的，精力的旺盛的。那小菊觉得出这个节目过后想做什么事情呢？除了刚刚说的，比如说我们要音乐相关的哈，比如说要演出啊，然后要录歌啊、写歌啊一起。除了这一块，还有什么别的事情？一直都有的梦想。然后，录歌、发歌，各种各样的地方演出。其实这个也是我的梦想。我有可能出了节目，我甚至有可能都不会第一时间的回家，但是我希望能跟午睡的兄弟们全国演一圈。我也就是真的是这样。你都不想休息吗？我不想休息，我真的不想休息，就完全不想休息，就直接上是吧？就直接上，直接开始。我觉得，休息这个东西吧，总会有的。对，我觉得是。而且你说你休息啥时候算够？我觉得你忙活一个月，你休1-2天就可以了。我忙了几个月了吧？忙了好多个月了。其实我也觉得，反正一起演挺有安全感的。就算你可能时候上台的时候排练次数其实没那么多，排练过一次，大家堆在一个地方排了一次，就上台了，但仍然还是有安全感。就是彼此的信任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挺好的，我觉得。然后，其实我还想说一个点，就是，其实就是关于投票的问题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好了，不说了，打住。好吧。来吃个水果。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东东们不要
没日没夜的投，真的挺累的。其实涛哥是他们派来控制我的。OK， 好吧，我觉得我只觉得反正大家就是知道大家是支持他的就行了。他其实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他支持，他是怕大家真的是很多时候太累了，而且又有担心他嘛，所以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多抽点时间听听歌啊，做做自己的事情也挺好的。真的，一定要就是注意休息，因为人也不是机器嘛，对吧？睡前记得听4月的地狱。还有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下一场新歌，马上要几天后要播的歌吧。哎呦，真的，就我们可以透露一下名字吗？只透露一下歌名可以吗？不行吗？歌名也不可以。那这样子吧，我们就形容它吧。你怎么形容？我形容过了，你来形容。形容吗？我觉得听完那个，你会把岁月的地狱从你歌单里面移出去。哎，也不至于吧？不是，真的好好听啊！你怎么？真的特别好听。我是觉得，我感觉这首歌就是我们的主题曲，对吧？我们的主题曲，我们主题曲其实是一首装进了我们心事的一首歌，它把我们心事装进去了，然后，也希望能够装下你们的心事吧。超级好。这不是一首情歌，对吧？它不是一首情歌，不是情歌，它是一首。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。对，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。它其实很广泛，对，其实很广泛。总之就是好听，一定要听。真的，我觉得这首歌真正的能证明我。然后大家听到《岁月的地狱》这首歌过后，如果想家的，还是给家人打个电话之类的吧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反正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外公外婆，他们真的越来越像小孩，是要活得像小孩的样子一样。其实，你现在可能还感觉不到。其实也能感觉到。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上一辈的长辈，可能会感觉得到。就是因为人都会变老，然后他就其实也是对人有一种依赖，然后也想让孩子们多陪陪啊。对，但是他又不说，又怕就像你们工作啊。对，就像你会跟你爸爸妈妈说你们多陪陪我，其实也不会，就是这样。对。黑板上是啥呀？写的啥呀？预告下，不是，再往这么点看不清。预告下明天 Doki 大爬梯见面会。这不都知道了吗？明天就是有 Doki 大爬梯见面会。对。我们俩有合作。对，我们俩有合作。不是，大家有没有听过小菊唱歌呀？哎呀！2018年，华语乐坛男歌手再度回归。哎呦，修炼爱情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嘛。你有没有听过小菊的《修炼爱情》？工作人员笑喷了。听过吗？听过没听过吗？不是，他这个版本还不是最佳版，你要和伴奏合在一起。干嘛还要放啊？不，这个真不能唱。唱完了之后，明年没有人来看我见面会唱歌。然后，明天见面会我们还要演主题曲。然后有可能我不敲，因为我不想敲。这个也不能说。好，然后还有创造101，然后他们让我再演一遍，那我就只能再演一遍了。就这样。你就直接喝完了。兄弟，明天我也有一些小才艺要展示。当然有一个我们的合作的主要是辅助他了。哎呀！唱歌辅助你，好好唱，专心唱。好的。大家如果觉得明天他唱歌真的搞笑的话，不要憋，你就笑出来。不，你就不要憋，还是憋着，你就笑出来就行了。哎呦，这好像一次还没拍过，就认真的拍。没有。到现在歌词我还没记住。唉，明年将是我捍卫男人的尊严的时刻。看看评论吧。
你这个近视有点。但是也得装装样子。这最神奇的，大家一开始说我们这个组里面没有人戴眼镜，结果小区是一直不愿意戴而已。没有，其实我有的时候会戴角膜色眼镜，就是晚上戴，然后白天能看得见。啊？高科技产品吗？这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啊？就是你晚上戴，它会吸收。你好孤陋寡闻啊，哥！不是，就是不是北京没有这种产品吗？我身边没见到过这种产品，意思就是像敷面膜一样吗？就你用下去不用摘了就，它会吸收吗？我给你讲解一下，这怎么像带货主播一样？就类似于隐形眼镜，嗯但是它是硬的。嗯晚上你戴在眼睛里面，你睡一觉，它会让你的眼角膜，就是怎么说，会，就是算是改变一些眼角膜吧。然后它维持只有一天，就是白天，然后白天你就会像正常人一样。就你起来过去把那个摘了，那个是什么样子的？隐形眼镜啊，跟隐形眼镜长得一模一样。那你戴着睡觉不会一不小心进到脑子里去吗？哎，你们怎么做这些高危操作呀？不是？那都说了不要戴隐形眼镜睡觉啊！你把隐形眼镜戴睡觉，万一眼睛一闭一睁，你的眼珠子做梦的时候会转嘛，你知道吗？你眼珠子在里面转，他就不知道这个脑子哪个地方去了。涛哥的脑子太可怕了，危险啊！大家不要学啊，这个东西，真的不要学，能取就取，能举就举下来。好的。真的，你不觉得掉在里面很恐怖吗？或者是你戴在自己的瞳孔上面，结果醒来过后发现不在了，它到你的眼珠子后面去了。哇！它是硬的，它是硬的，硬的也会往后面走啊，硬的更可怕！我的天哪！还见什么？哎，他们说我们要说再见了。但好像有些不舍呢。真的很不舍啊！哎呀，太不舍了。咱直接把电话拿走吧。那快给东东们道个别吧。平时都是可爱的我，今天我要硬气一点，像个男人一样，好吗？像个男人一样。就是每天开开心心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。啊，这好像说给我自己听。没有，东东们也是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然后，做好自己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也会努力的出歌。对。会占领你的歌单。其实好像，就我算了一下，整体下来咱一起5岁一共出的歌也没有几首在歌单。哎呀，好尬呀！但没关系。然后可以单曲循环嘛？可以单曲循环。然后，对，加油！我觉得大家好像最近要开学了吧？如果有东东们要上学的话，大家一定还是好好的学习，注意休息，不要熬夜。那我们差不多是这了吧？美好的时光都是短暂的，那现在我们就要给大家说再见了，拜拜。啊，好突然啊！那么真的好生硬啊！那现在是拜拜了吗？那就拜拜了。那就拜拜了。拜拜。朋友再见。哦，哎，哎呦。